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郑晓龙在研讨会抛出双意外，折射对肖战演技的真实评价。郑晓龙在《藏海传》研讨会上甩出2个重磅观点，直接撕开了影视圈对流量明星的刻板印象。这位手握《甄嬛传》红高粱的国民导演，当着满屋子专家和媒体的面放话。原本以为肖战就是个热度高的明星，没想到这小子把藏海演活了。这番话的信息量够咱们扒开3层来看。这场研讨会的排场，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和浙江省文旅厅联手操办，规格直接拉满。一部架空权谋剧居然能让行业大咖们坐满会议室，这种非主旋律题材能开研讨会？郑晓龙自己都调侃，头回见这阵仗。这说明啥？说明市场早就变天了。观众用遥控器投票投出来的剧，专家们再端着架子就不合适了。重点在郑晓龙说的2个没想到。第一个没想到是这剧能开研讨会。咱们的掰扯清楚，《藏海传》讲的是钦天监监正之子智奴家破人亡后，化身藏海蛰伏10年复仇的故事。权谋加复仇加架空，这配方在正剧圈可不算政治正确。但郑导说了，现在判断片子好坏不能光看题材。您瞅瞅上半年剧集市场，《沙尘暴》讲8年悬案，无尽的镜头对未成年人犯罪，哪个不是往社会痛点上炸？观众早不吃伪光正那套了。第二个没想到，剧集影响力直接破圈，2岸3的观众2刷3刷，这数据可不是粉丝控评能刷出来的。肖战饰演的藏海，在皇陵那场戏直接封神。刚从地道爬出来时，阳光刺得他眼角直抽抽，呼吸都带着劫后余生的狠劲。这细节处理，让多少流量演员的脸被打得啪啪响。当年某些小鲜肉演被困戏，连头发丝都不带乱的。真正让郑晓龙服气的是肖战对角色的解构能力。他把人物成长线做成 PPT， 从幼年丧亲到蛰伏复仇，每个阶段的心理变化都标得清清楚楚。拍戏时要是感觉情绪不到位，直接拉着导演复盘，这哪是流量明星的作风？分明是话剧舞台磨出来的戏疯子。郑导在片场嘟乐了，这孩子戏好，还肯干，我想再合作。必须的掰扯下流量演员的生存现状。2025年剧集市场报告显示，上半年110部新剧里，没流量没 IP 的3无剧树下有片红房子，愣是靠青春叙事杀出重围。这说明啥？说明观众早就不吃流量加大 IP 那套了。董子健在《蛮好的人生》里演保险员，结果被吐槽像在念台本；白羽帆在《护宝寻踪图》黑脸，又被说用力过猛。肖战、藏海这个角色被他演得像根弹簧，表面谄媚内里全是刺，这种层次感没点真功夫拿不下来。争议也不是没有。有人揪着灭门戏份说肖战表情单一，但您细品藏海当时才是个孩子，面对灭门惨案，眼神从懵懂到阴鸷的转变，本就不是靠挤眉弄眼能完成的。梁家辉早前就说过，这孩子有表演潜力，现在看来是真没说错。徐克导演拍射雕时都放话想和肖战再合作，这风向转得比川剧变脸还快。现在整个行业都在观望，肖战能不能彻底撕掉流量标签？从数据看，他上半年好评率超 75%， 豆瓣评分 7.1， 在古装剧里算硬茬。更关键的是，他让郑晓龙这种老江湖改口了。郑导以前选角可是出名的不看流量只看合适，这次破例，说明行业对流量的定义正在重构。当流量开始用作品说话，所谓的鄙视链自然就崩了。《藏海传》给行业上了一课，别再用老眼光看人。肖战在片场跟导演抠细节的劲儿，
和那些把剧组当走秀现场的流量，压根不是一路人。郑晓龙最后那句流量不是原罪，没实力才是，算是给这场争论盖棺定论了。至于肖战能走到哪步，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。从目前看，这小子正在用实力改写游戏规则。